现在就是定了，就是对他们进行拘留，拒不申报财产，拘留15天。快点！哦，快点！拿什么？啊，救心轮，偷的了。那快点找！不行，让我手里。行，躺着，这不行，这平行。一听到要被执行，被执行人劳力的妻子就突发状况，犯了心脏病，无奈之下只能暂时终止了执行。执行人员只用了20秒就拿来了药，并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，在医生的建议下被送到了医院。那么劳里夫妻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？据了解，劳里夫妇家境殷实，平时出行用度都是奢侈品，但拥有着这么良好条件的夫妻，却是拖着多人欠款不给的老赖，并拒绝履行还款义务，于是才有了上门执行的一幕。而从视频中可以看到，老李家住5层别墅，屋内装潢奢华，屋内随处可见奢侈用品。虽然老李是被执行人，但是他的妻子也是公司的法人代表，判决书上写的也是他的名字，所以必须跟老李一起。但面对执行人员的耐心解释，老李的妻子却不断以自己有事儿，不知道怎么回事为由推脱。不过最终两人还是来到了法院，可刚一坐下，老李就先委屈上了。他说自己现在手底下还有100多名员工要吃饭生活，还自豪地说自己为130人解决了就业问题，不断地说着自己的好话，却逃避了自己欠着别人钱的事儿。你光说好听的，你欠人家的钱，欠人钱我也没说不还，这么事该还咱马上就还人家的。这不能不还吗？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该还必须得还。听听，提起还钱的事儿来，老李说的十分好听，态度还十分积极。然而，如果做的有说的这么积极，又怎么会走到被强制执行的地步呢？在他高谈阔论的同时，又为何不能替那些因他不还钱而生活窘迫的人们呢？我给他还了30万，给过你钱吗？给过利息，4、5个月吧，不知道，利息也不给了，是本钱是一分钱不给。眼前的朱先生就是被老李拖欠账款的人之一，光是他就借了老李30万元。据他说，老李当初借钱的时候说的信誓旦旦会按时还钱，可等借款到手之后就变了脸色，总是给他画饼，却一直拖着钱不给。刚开始还还点利息，后来一拖再拖的是1分钱也没见着了。而像朱先生这样的人还有23个，前前后后加起来，老李的欠款得有300-400万，可欠着这么多钱，自己却住着别墅，开着豪车，老李夫妇是怎么想的呢？难道是因为没钱吗？当工作人员问起老李时，老李委屈巴巴地说自己不是那种人，只是因为现在实在是挣不到钱。而对于自己身上的奢侈品，老李则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。住着别墅，开着奔驰，腰带上还系着 LV， 不像没钱。我对象，我这是冒牌的，我这是人家这是190块钱买的皮带啊，190块钱买的皮带啊。那别墅这是村里房子，那不是我个人房子。老李说自己住的只是村里的房子，至于自己身上的奢侈品，不过是190块钱买来的地摊货，还不断地强调着自己这么多年来就没欠过谁钱，这就有些让人啼笑皆非了。这欠款的证据还摆在眼前呢，老李竟然能直接当着证据的面说自己没欠钱。但不管他怎么狡辩，该还的钱，该履行的义务是1分也不能少。当工作人员问起他要怎么还钱，老李无所谓地说分批偿还。可这样的说法也不能蒙混过关，因为当初他也对欠款人说的分期还，然而欠人家10万元的账，他却连每个月还1000块钱都不愿意。他是分期的还的，10万块钱1个月给1000块钱都不同意。多10万给多少？1个月给1000。没说不同意。身负欠款不想着怎么还钱，反而住在别墅里享受生活。面对执行时，还不断地为自己找借口，没有一丝悔过和积极配合解决事情的态度。面对这样的老李夫妇，法院决定采取强制执行的措施。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当听到要强制执行，老李的妻子突然犯了心脏病，这才有了视频最开头的一幕。好在执行人员迅速拿来了救心丸，在第一时间帮助老李的妻子服药，安抚情绪的同时拨打了急救电话，并在医护人员的建议下，奔着人性执法的原则，决定让他们先进行就医，等身体情况有所好转了，再解决之后的事情。但不管是什么情况，身有债务就应该先偿还，积极履行自己的还款义务。只希望老李能从这次的事情中得到教训，反思自己，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情况。